这倒是个高手哦。来者何人啊？剑无敌。这么嚣张的名字啊！今日是我出关的第一站，无关人等，请速离开。点叶将军，观战即可。看来你是有几分嚣张的资本啊！骁勇答应我送我一柄好剑，让我试试手。看来你就是我要寻的那柄剑。虽然我总是陪着苏沐雨做比剑这种事儿，但总觉得这些无聊可笑。只是他喜欢，就陪着他去了。但是现在，忽然又觉得有些意义了。不是，忽然觉得更可笑，因为苏沐雨好像打不过那个。是柄好剑，在你身上，我看到了我父亲的影子。无剑城城主卓雨洛，纯粹的剑心，绝对的剑道奉行者。除了我父亲之外，我再也不曾见过如此纯粹的剑意。遇剑之人，当心如旁骛。看来无双城内战已经没有任何意义，能与这位先生一战，是我的荣幸。刚才那一剑只有剑意而无剑招，你挡得非常漂亮。然而接下来的每一剑都会比方才那一剑更强、更狠，那便更好。真正厉害的剑道高手，都有属于自己的剑意。他的剑意，在一个“纯”字，没有任何杂质，10年磨一剑，真正纯粹的剑意。你有没有感觉，似乎天要下雨了？啊，好像是有几分凉意。这剑气里竟带着一丝雨意。看来是一场精彩的决战。是啊，的确很精彩。你来了。你说以后这江湖之上，便是6大剑仙了吧？看来苏沐雨还真是遇到一个不错的主子，连这压箱底的力气都用上。你说我的剑是你所见过的最纯粹的剑，而你的剑是我见过最复杂的剑。在你的剑意之中包含着太多的情绪，有愤怒、不甘、隐忍、妥协，甚至还有温柔，几乎囊括了一个人身上所有的情绪。你究竟是经历了什么，才能挥出
如此复杂的一剑。斩，一切归于平静。输了，赢了。不妙，是非常不妙。既然赢了，那为何还是不妙？因为苏沐雨用了最强的一剑，却没有杀死他，而对手还未尽全力。方才那一剑很不错，能告诉我剑名吗？羽氏。羽氏。我自称剑无敌，然而我出关的第一战，面对到的第一个对手，我却输了。不过经过刚才那一剑之后，我又有了新的感悟。接下来这一剑，你必败，必死。我来吧，让我再试试。你们一个也跑不了。纯粹的剑意，世间难寻。可万事万物若真到了极致不可回头的地步，极致的善变成了极致的恶，极致的恶反而成了极致的善，极致的光明更是一片黑暗。他马上就要走火入魔了。若是入魔能让我的剑更强，为何不入魔？你若不回头，执意这般用剑，不到1年时间，你将被剑意反噬，浑身经脉寸断而亡。父亲当年也执着于剑，可他从未忽视过自己的家人和臣民。人可以把剑视为最重要的事物，可剑不应该成为唯一。人会背叛你，而剑不会。接下来我会睡着，可南京连10几日都会醒不过来。你们不要担心，等我们到了南安城，我能实质感到一切都会没事的。好，神医放心。但如果他没有及时赶到，我就会变成妖人。在我变得很丑之前，你一剑杀了我，听到了吗？他听不到，他也不能听到。妖王定然会赶到的。凡事总有万一，答应我，杀了我。可爹，你不许拦着。宇哥和哲叔还在屋里陪着师傅，师傅还不知何时能醒。长河大哥，这到底发生了什么？我传信回来让你放的信鸽，你放了吗？自然，可你信里还没说因为何事。你师父白鹤怀中了奇毒，需要药王杏白草才能解。那信鸽就是送往药王谷的。眼下药王还未到，时间怕是来不及了。不，师父吉人自有天相，定能逢凶化吉的。鹤羽药庄，鹤是小师叔，那这羽会是谁呢？这位先生是来问诊的吗？你是那羽？雨？什么雨？哦，没什么，应该是搞错了。
我来这里是找我的小师叔的，麻烦您通报一声。小师叔，我们这里没有年纪这么大的人。药王新百草先生，赵岩，论辈分，你可以唤他一声师兄。你终于来了，里面请。哎。 小百草，你来了。哎，一见面，第一件事就是占我的便宜。没错，师叔，是小百草来了。真快。我听闻药王新百草到了。没想到这药王谷的规矩如此之深啊！我若是药王，可受不了这气。师叔就是师叔，师祖他老人家爱才心切，见到好的苗子就忍不住收罗到门下了。不愧是药王，只是几针就药到病除了。药到病除？难道还没治好？这……你们先出去，我缓一缓，换一身衣服，再来和小百草详谈。公子是个剑客，或许算是吧。那敢问公子和我师叔的关系是？曾有机缘找神医医治过我家长辈，在医治的过程中，和神医成为了朋友。后来我这位兄弟出钱置办了这样一间宅子，为我和神医开了这间药庄。这药庄上面的雨字，便指的是我。果然如此。那敢问公子尊姓大名？苏沐雨。是个好名字。那敢问公子，是我听说过的那个苏沐雨吗？或许是吧。我想过，当我们再次重逢时，他一定会震惊到我。没想到会如此震惊我，他居然和暗河一起开了间药庄。我们杀人，他救人，看似两条路上的人，却一起开了一间药庄，确实有些匪夷所思。明白了，一定是爱情，一定是因为他娘的爱情。你笑什么？一定不是因为你小子，因为你小子看起来不像什么好东西。那就是你了。原来小师叔喜欢这种清冷公子的类型。没想到，真是没想到。那这位姓苏的小哥呢？你叫苏沐雨，那他又是苏家的哪一位？我啊，我是苏长河。送葬师苏长河。新药王，送葬师可是我之前的名号，我现在是暗河的大家长。那你又是苏家的哪一位？在下苏哲。告辞告辞。哎，前辈。小百草，去哪儿啊？
师叔啊，我看你面色红润，行动自如，定没有什么大呀，哪有什么药人之术，都是妄言。我就几针下去就把你的病治好了，就不必留我吃晚饭了啊！告辞告辞。哎，前辈不必担心，如今的暗河已非昔日之暗河。那今日之宋大师不是昔日之宋大师吗？如果关于暗河的消息散布于江湖之上，那么无路可归的我们，会将天启城作为我们的第一站。或许天下人容不下我们，但我们会让隐宗从这个世界上彻底消失。真是不错的年轻人，有魄力，很聪明，武功也很高。他方才一进来，就察觉到了你的存在。你没有刻意的隐藏你的气息吗？不，我在他进来之前，就用了绵息功，彻底隐藏住了自己的气息。他武功很高，年纪轻轻就超过了上一代苏家家主。想要控制住他们，影宗今日的表现，看来殿下是要失望了。一博，多拿出些本事来吧。此地便是万卷楼了。整座国丈府中，守卫最为森严。若要进此楼，必须提前引开这些高手。哲叔，你来了。我在来的路上收到了你给大家长的消息，所以我们真的要去杀琅琊王。琅琊王在过去的暗河中，就不是我会接的杀人弹，更何况他还是萧氏皇族3代以来第一人，又岂是那么好杀的？那你想啷子办？先假装与尹宗谈条件。万卷楼是必须得去一趟的，我们要找到能将尹宗一击击溃的办法，这样才能调走尹宗的大部分势力，进入万卷楼，毁掉所有有关暗河的卷宗，让暗河成为那个生于江湖、长于江湖的组织。义部想利用我们来杀琅琊王，说明他怕了。我们正好可以反其道而行，借助琅琊王的力量来灭了尹宗。本以为九霄城那一战便会是终点，不知道度过这次之后，是否还会有下一个阻碍。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，有江湖的地方就有纷争，更何况你有一个喜欢纷争的好兄弟。他什么时候来？天启城中的一切，我已经派人告知于他，他做好应对之策，便会入天启。几言谶子？哎呀，那我们就静等几日。
比起我们，尹总那帮家伙肯定是坐立难安。难得来趟天启城，正好带你去几个有意思的地方转转。天启城中最知名的地方，这些日子我倒是都转过了。你去过哪去？千金台、青天剑、问天石、龙起源，甚至还去了学堂。哎呀，停！这都是些什么破地方啊？这都是天启城中最有名的地方。呸！天启城里头最有名的地方，那当然是皇宫、教坊是。苏山河，你怎么来了？我要去找苏沐雨，要不要一起？沐雨啊，来了天启城，也不晓得来这该逛逛。我不识路。有理，这种地方一个人来啊，总是容易迷路的。酒不醉饮，饮自醉啊。哲叔，你什么时候这样喝酒了？这样显得很风流啊。为何你官话又突然变好了？你管那么多干什么？那哲叔，我们接下来去哪里？百花楼上百花开，百花开尽美人来，这也是去百花楼啊。哲叔，我算是被你摆了一道。你来之前也没和我说这里是。公子，美人的这杯酒一定是美酒啊！公子，哲叔，那接下来做什么？你想做什么？我想走。这位公子是第一次来吗？是。这般如玉的公子莅临百花楼，向来是予取予求的。今日公子你啊，无需花1两银子，便可以在这里做任何你想做的事情。不知公子想要做什么呀？我方才已经说了，我想走。公子你要走，但你旁边的这位叔父似乎不想走呢。沐雨啊，来都来了，尽情享受。不如你就进去听曲啊。我呀，不怕公子你喝最贵的酒，找最漂亮的姑娘，但就怕你听曲儿。上一次来我这儿听曲儿的，还是雪月城的3城主司空长风，那可是带走了我阁内最赚钱的姑娘呢。说笑了。不过公子，今日这外面也不曾下雨，不知你为何要带把伞呀？我猜，这是公子你的武器吧？此处听曲不得邪气入阁，我帮你拿到嘛。哟，二爷来的正好，快来帮我照看一下这位新朋友。嘿，好说好说，请。干嘛？请吧。来，坐。
哎呀，在下千金台涂婉，敢问公子尊姓大名啊？苏沐雨。沐雨，好名字，好名字呀！纸伞鬼苏沐雨，今日在此只是苏沐雨，并无纸伞鬼。啊，莫担心，我也是来听曲的。啊，苏公子真是好雅兴。也不知道苏沐雨那个家伙现在在做些什么。小秋，再来一杯！来，共饮此杯。听下去，这真好，是真没白来。二爷常来听曲吗？啊，以前是常来的，当年可是国手风姑娘坐镇其中。自从风姑娘走了之后，就许久没来了。现在抚琴的是婉儿姑娘，听朋友说琴音并不逊色于风姑娘，我便来听听。感受如何？虽然在我心里啊，依然是不及风姑娘，但确实已然算得上是不凡了。苏公子觉得呢？对于乐律，我也只是欣赏罢了，并没有什么资格去评判别人。我听罢再聊，不然婉儿姑娘要生气了。看来这个传言中的顶级杀手，并没有那么恐怖，竟还显得十分友善。也不知是那传言过分夸大了，还是实际当此人拔剑之后才会化身恶魔。罢了，我还是先听曲儿吧，一会儿找个机会溜走。你是上哪儿带来了这么个俊秀的小郎君啊？还好生勇猛，巧把我们这儿姑娘的魂儿都给勾跑了。是我一个小兄弟，想检验一下是不是一个可靠的男人。怎么？那在我这楼里逍遥快活的，就一定不是可靠男人了？哼！你检验一个男人做什么？哦，忘了和你讲了，我已经找到我的女儿了。那感情是好啊，这不是你这些年来最大的心愿吗？是啊，但我这个女啊，应得这个小子之后，我总感觉他喜欢上他了。这个小子呢，是我从小看他长大的，其他方面啊都可靠得很，就是在这个男女之情上面，我是半点不了解。那这小子算是通过你的考验了。哼，来到这个姹紫嫣红的百花楼，只想到听曲，现在我倒是放心了。但我看呀，这小子怕是一生凉薄的命。你不是也讲我是会死到这半路上的硬？我现在不是好好的？哼，还有了个女儿。我们的家族啊，正在发生很大的变化。这个小子一定可以改变了所谓的命运。那如此说来，我们是否该好好庆贺一番呀？来，我敬你。我这儿啊也有姑娘，专喜欢你这样的英雄。反正你已然是个官夫了，通不通过考验都没关系。哼。宗主，三官回来了，让他们进来。
不愧是宗主，本应是这世间最不易被察觉的影子，可却拥有着国丈这样光鲜而荣耀的身份。你在胡言乱语些什么？乌鸦，听说宗主跟苏沐雨的谈判条件失败了。但我们在黄泉当铺，却碰见了苏昌河。言谈之中，我有一种感觉，比起苏沐雨，如今这位掌权的大家长，是个更加适合合作的对象。你有把握跟苏昌河谈判？有，他是个利益为先的人，所以最后当上大家长的人是他。而这世上唯一能让他放下利益、感情用事的人，刚好已经提前入了天启城。我们若能提前控制苏沐雨，那么和苏昌河的谈判条件也就多了一份。到时候苏昌河不管从感情上还是利益上，都不得不和我们合作。然后我们可倾暗合整个宗门之势，杀死天启城中的一位王爷。至于以后暗河还存不存在，那已经没有了意义。好，那就更改计划，不再等苏沐雨表态了，今夜就将他下入隐狱。遵命。宗主，此事是否要知会大皇子那边？不用了，我有一种不妙的预感呐。大皇子那边已经对我们起了轻视之意，我们一定要做些什么，让他知道，我们影宗虽然已经不如从前了，但是依然有能力守卫天启城。抓住苏沐雨，就是一次好的机会。只见是为了什么？奎大人，有消息。白雪却嫌春色晚，故传庭树作飞花。本以为这个冬日已经结束了，像我们这个年纪的人呐，每年等待着的便是这冬天赶快结束。可偏偏冬日已逝，又下了一场雪。暗河，天下第一的刺客组织，
在朝能杀高官贵胄，在野可灭江湖大派。是非不分，好坏不论，善恶难辨。你执掌这样一个组织30年，应该很累了吧？我已经是个老人了，若不是因为一些执念，我会觉得我身上的血已经冷了。30年前，你我大战一场，不分胜负。我们约定，我要回去执掌暗河，你要辅佐唐老太爷重振唐门，直至30年后再一决雌雄。好，我隐居这寥落城多年，也该活动活动筋骨了。我可一直等着今天呢。徒手接过你枚暗器，差点被毒死，我可不会再上当了。几枚暗器你能接住，那接下来万树飞花，你又如何应对？一招万树飞花，许久没有如此尽兴的一战。你我30年之约的这一战，本该只论胜负，不争生死。于杀手而言，没有胜负，只有生死。只可惜呀，可惜什么？可惜，方才你那瞬杀一剑，消耗了太多真气。也可惜，你以为自己是执棋者，却没想到，也是别人棋盘上的棋子。罗玉，不是跟你说过这是我自己的事，不用你插手吗？有人想趁你和唐二老爷决战之时，对你不利。一石二鸟。老伙计，你既然在决战之时动了杀心，你也晓得我这个人追求一个公平。雪落一枝梅，黄泉路上我会歇歇脚，可别让我等太久。大家长，我们立刻回暗河，找我们家最好的药师帮你疗伤。
不能回汉河。苏、穆、谢，你说他们3家等我受伤这个消息，等了多久了？刚才那些暗算我的人，根本就是他们的人。可去钱塘城，我在那里有一个故人，是药王辛百草的小师叔。找到他，他叫白鹤怀。明德11年初春，距离上一次引发江湖浩劫的魔教东征已经过去了3年。如今的江湖平和安宁，少有争斗，而暗河藏身于黑暗之中的最强宗门，由苏、谢、穆3姓组成的刺客组织，却在此时因为3家之首大家长的中毒而即将迎来巨变。这江湖甚至于朝堂之上的短暂平静，也将因此而被打破。穆名策已经重伤，看来我们需要选出新任的大家长了。他本来就已年老，而且越来越不受我们的掌控。那便传信给3家，若大家长身死，谁若能率先夺得绵龙剑，回到提魂殿复命，谁便是新任的大家长。这是要让暗河大乱呢。于大乱之中，才能诞生新的暗河之主。白鹤药府到了。你的谢银江，他们要来这里寻找名医。是啊，大家长身中奇毒，命不久矣。而此处就住着药王那隐居的小师叔。我们苏家老爷子说，希望这个小师叔可以不要出现，或者说从未存在过。别人都是一口槟榔一口烟，飘飘欲醉做神仙。这叔，你吃的怎么是话梅啊？以前有个女人和我讲，槟榔对身体不好。哦，你吃不吃？我就不吃了。哼。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有礼貌了？学苏沐雨啊，杀手临门，有礼有貌。可是这位神医似乎不太给面子啊。许是这位药王师叔年纪太大，耳朵背了，你要考得再响一点。师叔，你这是敲门吗？我看你是要杀人啊！我们不就是来杀人的吗？谁呀？敲门敲得那么大声，耳朵都要聋了。姑娘，敢问你家老先生是否在府上？我家老爷他出门巡诊去了，要不我帮你们去找找他。那便麻烦姑娘了。你干什么？哎呦，抱歉抱歉，一时手滑。来，这个啊是祥宁膏，姑娘呢擦到脸上，不出半个时辰，你那个红痕就会白肤如初。有毛病。可以药蛇追踪的香凝膏，这种小伎俩也想骗过我？这位姑娘，你是医者？怎么？难道我看起来不像吗？抱歉，无意冒犯。公子，可是要问路啊？姑娘慧眼，想问姑娘
附近是否有处药庄，名为白鹤？公子是要看病啊？我医术不错，我来看便是啊。家中有人得了重病，点名要找白鹤药庄中的神医。多谢姑娘好意。那你怎知道我不是白鹤药庄中来的呢？莫非姑娘是？那自然是。烦请姑娘速速带我去见你师父。我师父，他暂时来不了这里，但是他和我说过，有贵客来访，从很远很远的地方来，想来就是公子你了吧？他让我先行随你前去。冒犯了，我需要赶时间，还请姑娘上马。我们到了。桃儿，你来的正是时候，大家长那边好像出了些问题。神医呢？我这么大一个活人站在你面前，你怎么就看不见呢？这姑娘是神医？不是，那我走了。姑娘莫怪，这是神医弟子，过来帮他师父看一下大家长病情。姑娘，请随我进去。嗯。我觉得这里面有鬼哎！姑娘莫怕。大家长。上次我见你的时候，你还是个流着鼻涕的脏孩子。我上一次见大家长时，大家长还是一个随时会准备拔刀的杀神呢。现在也随时准备着拔刀，不过头发白了而已。这手还是血红色的。行了，先诊脉吧，看看现在的大家长还能不能拔出刀来。收起你的杀气，你若是不小心吓到了我手这么微微抖一下，你们的大家长啊可就死定了。许了一枝梅。没错。你怎么做到还活着的？我的魁替我挡住了那一枝梅，我只种了半朵梅花，还能勉强撑着。这可是唐门唐二老爷的独门奇毒，号称唐门第一，天下第二，仅次于温家家主所创的镜花月。据说除了唐二老爷本人，无人能见。唐二老爷人呢？被我杀了。暗河大家长也亲自接杀人的任务。敢问姑娘，是否能医？我们药王谷的名言便是，只要没死，便可以医。只是，姑娘有何需求，但说无妨。就等你这句话了。医当然可以医啊，只要只要银子管够。
看来对方是识破了你的伎俩，这才走出了多久，就把这药瓶给丢了。看来我们是搞错了。什么错了？我们放走的是真的生意。还好，我也做了些准备。哦。行了，你帮我找个住的地方吧，这来来回回的太麻烦了。不让你师傅再来看看了？我师傅，他早就入土为安了。你们怎么老想着要他从地底下爬出来啊？什么？药王的小师叔已经死了？沐玉，你错了，你眼前这位就是药王新百草的小师叔，药王谷一脉祖师。李宇珍的关门弟子白鹤怀。医者白鹤怀，见过暗河大家长。见过暗河的魁大人。魁大人，我肚子饿了。神医见谅，行走在外，难有什么珍馐佳肴，只有这个了。无妨，有的吃就不错。总比在药王谷吃我师兄煮的药膳香。你是不是很好奇，我是如何看出来你的身份的？既然神医与大家长是旧识，想必也听说过我们。小时候师父为了哄我好好学医，便给我讲故事。他的故事里呢，经常出现一个叫做暗河的组织，由苏、谢、穆三姓家族组成，他们的统帅者便称作大家长。大家长座下有直属刺客团诸营，其中最强的12人以地支12校为代号，而他们的统帅者便是魁。今日我见到的这些人，他们以生肖为面，唯你戴血红恶鬼面具，随侍大家长左右。你不是魁，还能是谁？神医对我们的了解，比我想象中更深。我还知道，每人的魁都是当做现任大家长培养的。这上一任的魁呢，他死了。抱歉，这些隐秘之事无法与神医细说。可是上一任的魁，他是我的父亲，这也不能问吗？神医说笑了。不信算了。这人是死是活对你们倒是隐秘，可是你们身份特殊，标识却如此明显，此时就不考虑隐秘了。我也曾问过同门前辈，身为刺客，本该想尽办法隐匿身份，可为何我们却明明白白地把身份写在脸上？那人怎么说？这是意思个，你懂事吗？你怎么突然大舌头啊？不是我大舌头，是他大舌头。我想起来了，难道我白日里见到的那个人，他便是你的同门？他是不是手里还拿着一根法杖，上面套满了金环？这书居然也来了。还有一个玩匕首，那是昌河。陈龙，准备一下，带上神医，即刻启程。是。去哪儿啊？九霄场。没有人比我更了解昌河，此刻我们定然已经入了他布下的局。宇哥，都准备好了。神医，这是卯兔，你随他动身，一路保重。魁大人，那便希望在九霄城中，我们还能重逢。不必叫我魁大人，叫我苏沐雨便是。苏沐雨，还真是一个好听的名字。再见了。李将的准备就是在这边等啊。谢家的刀，穆家的鬼，每一个都蠢蠢欲动，而我就不一样了，我很懒的，不如就跟在那些勤快的人后头，虽然会慢上几步，但永远不会迟到。
你透露了点消息给他们，他们两家都配来这去了。哼，真是个狡诈的小子。老爷子派出你，是铁了心要上位啊。唉，最聪明的我和最强的你，这是我曾经暗河第一高手，上一任魁大人。哼。城郊废邑，那里的好戏快开场了。走吧，哲叔，我们苏家那位老爷子该等着急了。不愧是大名鼎鼎的直三鬼，此线为界，还请二位不要逾越。谢家的紫靴鬼和刀阎罗不应该出现在这里。没劲，倒是被你一下子看穿了身份。不过我们家主听闻大家长受了重伤，心中十分焦急，想着赶快将大家长接回总堂来疗伤。大家长无碍。大家长是否无碍，还请容许千机与大家长见一面，再予以确认。不然我就这么回去了，不好交差啊。你不好交差，与我有何关系？你不想让我们与大家长相见，是否是自己意图不轨？不想让我们及时救治，是个不错的理由。但这个理由想要成立，只有一种可能：杀了你。没错。为何不敢一献？谢家的风武一之刀，不错。死！你真以为我有那么弱？寸刀劲，用得好。回去告诉你们家老爷子，若及时收手，那么这段时间的事情，大家长可以装作无事发生；若继续这般执迷不悟，就别怪我们朱隐无情了。你今日是打算放过我们？暗河同门，皆是家人。走。你来了。你好像看到我不是很高兴啊，我的魁大人。我知道你迟早会到，却还是希望可以晚一点。老爷子让我给你带句话，你是苏家的弟子。如今我是魁，人中之魁，我属于暗河，却不属于任何一家。你总是这么正经啊，一点意思都没有。当无名者的时候，每天起早贪黑的练剑，做一个勤勤恳恳的无名者；做刺客的时候，每一个任务完成的妥妥当当，一丝不苟。现在做了魁，还是这么兢兢业业。你的大家长都快死了，你还要强迫着给他陪葬？大家长无碍，这样的传言不该由你说起。他若无碍，又怎么会来找那什么新百草的小师叔？你杀了他，把绵龙剑拿来，你可以拿到你最想要得到的自由。是啊，离开苏家，离开暗河，去你想去的地方，做你想做的事。你知道的，暗河从未有过这样的先例，而我们那位老爷子，
愿意领婚。若我拒绝呢？我们姓苏，在苏家生活了这么多，而你申为魁跟着大家长也不过几年，你跟他的情分能有和苏家的深？我不管你的想法究竟如何，如今我是魁，我的职责便是守护大家长的安危。任何事，任何条件，都必须在这件事的前提下。小梅，小梅，就是这样。团安的话我已经回给了老爷子，我就知道你一定会这么说。然后呢？然后老爷子说，既然如此，那就杀了吧。